嗨，大家好，好久不见啊！欢迎回到强哥的频道。今天刚好有点时间啊，给兄弟们介绍一个投资加密货币的必备神器，它可以让你更精准的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爆仓，提前知道一些信息，做适当的一些调整的一个交易策略。如果你有在使用交易所，那这个网站就非常适合你。而且如果你是在做活跃交易，也就是说你有在做开杠杆些交易，你可能已经贡献了不少清算数据给别人看了。那这个神器到底有多好用？为什么那么多交易员每个人基本上都必备？我们今天就来把这个网站仔细的讲一遍，特别是新进币圈的兄弟伙，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学习它的一些基础知识。好了，废话不多说啊，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主角，那就是CoinGlass。CoinGlass 是什么呢？其实强哥之前的影片也有介绍过，简单也引用过它的一些基础数据。那它本身就是一个专门提供链上数据的一个网站，当然它也有 APP 啊，小伙伴们可以去下载到手机上，也挺简单方便的。不过今天强哥就用电脑浏览啊，这样屏幕大一点，小伙伴们看起来更清楚一点。那这个网站有什么厉害的地方呢？它可以帮助我们观察市场的一个情绪，所以今天强哥就简单介绍一下这个网站的特别的一些地方，以后有时间再跟大家聊聊更简洁的。好，那咱们开始吧。首先在首页这边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持仓爆仓数据，RS 的平均线，以及山寨季节指数，还有它的一个综合的涨幅榜、持仓涨幅榜、多空比等等的一些数据。那我们鼠标往下拉，你可以看到各个加密货币数据，在这里向左右滑动，你会看到它分了很多类别，比如说链一的一些相关币种，对吧？往下拉，这下面都有它的第一层链上的一些币种，还有 AI 的人工智慧大数据，这里都有排名的一些 AI 的一些币种，比如还有游戏的，点入游戏我们可以往下拉，也可以看到每个游戏的相关币种，都可以在这边查看哦。那我们再往下拉，你可以看到一个涨跌榜，这里有 BTC 的、以太坊的、Solana 的、微博币的，对吧？这边就是一个24小时的一个热力图，这些相关数据我们都可以在这里一清二楚的可以看到啊。 OK， 我们鼠标往上拉，回到我们网站的最上方，也有各项分类的数据啊，可以看到有市场、有交易所、有持仓、有资金汇率、有爆仓数据，对吧？有 K 线，还有更多。那我们首先进入市场，市场部分呢分了4个类别，第一个是分别是市场、机构、多空比、期权。如果你是只有在做现货买卖，那你看市场跟机构这2个类别其实就够用了啊。因为市场它设计的也有这么多板块，对吧？有加密货币、热力图、涨跌榜、现货流入流出，机构这边有比特币、以太坊、飞度相关的一些数据。你做一些现货的话，这2个板块也基本上够我们用了啊。包括市场最下面有一个牛市逃顶信号清单，那我们点进去看一下。 OK， 这里就是有列出一些投资人比较常用拿来判断现在是牛市还是熊市的一些指标啊。比如我们第一个像是 AHR999 的囤币指标、CI 的周期指标，还有彩虹图，这下面都是有很多的啊，这上面我们都可以看到。比如像 AHR999 囤币指标，我们就可以点开这边的一个历史数据，那我们点开过后，它就会出现这个数据的模型啊，跟比特币价格走势图的一个图表。那我们鼠标往下拉到最下面，它这里每个数据都会有非常详细的文字说明，也就是说这个指标代表什么意思。比如说这个 AHR999 图囤币指标，该指标是由微博用户，也就是 AHR999 创建的定投用户结合择机策略做出投资决策。该指标隐含了比特币短期定投的收益率及比特币价格与预期的估计的偏离度，也就是说当这个指标大于多少，你就可以抄底，
当这个在多少之间，你就可以定投。当这个数据到达这个的大于 1.2 的时候，那么币值已经比较高了，就不适合操作了。它都有给我们详细介绍啊。那左边这里还有其他的指标类型啊，你可以多参考几个，再做相关的一些投资决定。比如说彩虹图，彩虹图也是很有名的参考指标啊，它会用颜色跟你区别，说现在是相对便宜，或者是考虑定投的时机。包括它的一些定义，这下面名词也有跟大家介绍啊，兄弟们可以自己进来多学习多了解。成长的路上，我们都要去对新的一些知识丰富自己，还能做出适合自己的一个交易策略。左边还有一个恐惧与贪婪指数，我们点开看一下啊，这个恐惧与贪婪指数被归类在市场情绪，这个也是强哥经常会去看的一个东西啊。它这个数字就是在0到100之间，箭头往左边的数字越低，比如到5或者10，那代表目前市场极度恐慌；那往右边的数字越高，代表的是极度贪婪。所以你有时候看到恐慌的指数跌到10以下，比如说在2或者3，那市场基本上肯定都是一片哀嚎了，但这个时候说不定就是个抄底的机会。那如果指数来到90以上，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小心了，因为市场很可能准备那就要收割韭菜了。而这个图表的下方呢，它都会有一个区间轴的哦，你也可以帮它拉动啊，拉到最小，不用去看以前的，比如说可以看近1年的，这样子你就会比较好观察了啊，它的一些价格啊，它的一些恐难与贪婪指数啊，4月份、3月份，比如说2月份，这些就一目了然了啊。这下面同样的啊的一些定义都有给我们讲得很清楚。恐慌、贪婪指数解读有2个状态：波动率、市场动量、交易量、社交媒体、市场调查、主导地位，这些都是有非常价值意义的一些学习的东西啊。那我们再往上面拉啊，飞到上一层，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分类啊，比如说我们技术指标这边的数据呢，也都是可以进行判断的啊。目前市场大概的是什么样的？比如说我们选个200周移动平均热力图，它就可以看到目前它的点状图是什么颜色。这个下面我们也可以拉近1年的，不用看以前的，我们可以把它放大一点啊。如果是偏紫色，它有接近200周的一个平均线，红色的是200周的啊。这个红色线条它接近或者低于的时候，那代表呢现在市场是相对的一个低点，也就是说在相对的低点的时候，那就比较适合买入的一个机会了，对不对？这个是灰色的是这个是 BTC 的一个价格啊，可能有点看不清啊，但是这里就可以看到了啊，它就一路蹭往上涨了。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上面都有啊，这个红色的是200周平均线，灰色的是一个比特币的一个价格。OK， 那我们再看左边栏下方有一个 MVRVG 的一个分数指标，这个呢很常被拿来判断市场的一个走势啊。MVRVG 是一个相对的指标，它会用比特币的一个流通市值，这下面有定义啊，减去已实现的事实，再以流通的市值的标准做标准化，它的公式就是流通市值减已实现的事实除以流通市值。我相信很多新小伙伴们如果第一次看这个肯定是听不懂的啊，这里强哥就用白话给你们解释一下啊。也就是说你可以想象比特币就像一颗苹果，大家用不同的价格去买了这些苹果，有的人是用1块钱买的，有的人是用5块钱买的，那也有人是用10块钱买的。那今天你要知道这颗苹果现在10块钱是太贵吗？还是刚刚好？那这时候你就可以用到 MVRV-J 的一个公式，它就是拿来帮助我们比较一下的，说目前的苹果价格跟大家当初平均买苹果的价格相差有多远，你就可以知道。也就是说目前是相对较便宜还是偏贵。那我们在这上面也可以看一下啊，目前的比特币 MVRV 的一个指标大概在这里
1.5啊到1.8之间，相对于我们到23年吧，21年的5月份这里差不多4.3、4.0到4.0左右吧。所以现在的市场情绪呢，还是比较降温的一个状态，对不对？目前的 MVRVJ 的距离比特币的价格已经算是挺远的了啊，那是什么意思呢？兄弟们自己可以意会一下啊。那以上是指标层面的数据啊，我们还是鼠标移动到上面分页的市场第2个栏目机构，可以看到我们的比特币、以太坊、飞度有哪些机构有了 GBTC 上市公司比特币持仓等等啊。我们就点开比特币 ETF 看一下啊，我们来看一看比特币的 ETF 总览，它这个排名啊，其实跟其他网站一样，就是按市值的大小。首先我们可以看到 iShares 的 IB 市值最大。iShares 之前有讲过啊，资产管理巨头贝莱德旗下的公司，它的市值是第2名富达的 FBTC 的3倍啊。那第3名是飞度 GBTC 跟 FBTC 的市值呢是方舟投资 ARKB 的4倍。那再往下来，其他的一些大型资产管理公司啊，在下面比如说 BTCO 对吧， EJBC 等等啊。那再往下拉，我们可以看到比特币现货 ETF 的净流入跟流出，包括它的一个热力图，比特币的一个资产净值溢价折卖的一些图表啊，比特币现货 ETF 流入流出的一个数据图，还有他们的定义。这里呢，主要就是说这个网站涵盖了非常多的数据，算是一个整合的平台啊。强哥觉得呢，非常适合我们的一些新兄弟伙啊，值得进来学一学。因为只有你了解了相关的一些数据走势，我们才可以决定在什么时机、什么时候入场最佳的。那我们接着来说一下，有在做活跃交易的朋友应该要看哪些数据啊？这个我相信大家都是比较科二的，是吧？那首先我们再飞到最上方，这里有一个爆仓数据，我们点进去，那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过去1到24小时的一个爆仓币种，对吧？1小时爆仓，4小时爆仓，12小时、24小时。在中间呢，就是在每个交易所的爆仓 OE 对吧？火币等等，它的一些即时爆仓资讯，以及各大交易所实时爆仓的一些重要相关数据，这里都是一清二楚的。那我们再往下拉呢，你可以看到这里有数字货币活跃爆仓图表，一个多空单的一个爆仓历史图表。比如说像今年的2月份，这里就发生了近1年第2大爆仓量的。那我们再往上面，鼠标飞到上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爆仓清算图。这个爆仓清算地图呢，它就是一张爆仓雷达地图啊，用来显示哪些价格区间可能会发生大量的清算，也就是说被交易所强制平仓。数张的越高的代表该价位来清算压力越大，可能就会引发更大的一个市场反应啊。比如说在某个区间聚集了很多人的一个清算单，那么当这个价格靠近的时候，就会触发大量的爆仓，进一步推动的价格更快的朝同一个方向移动，形成骨牌效应。虽然它不是确定会爆仓的地方啊，而是可能会发生清算的一个热点。有些机构就喜欢利用这些爆仓啊，来大额的去做一些买入或者卖出的一些挂单啊。因为短时间内会释放大量的一个流动性，那短线交易者呢，就可以根据清算区设置进出场点啊。比如说一些抢快钱的，比如说当前价格是84700左右，有大量的空单清算区，如果价格突破这里，有可能就会价格快速的往上涨，因为市场触发连锁爆仓的多杀空，当价格突破84700，你就可以考虑做多。不过这一个就是比较适合老手的啊，新手不建议。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可以避开被洗的一个区域，让我们就比较安全一点。好了，我们可以继续看其他的数据啊，比如左边栏有一个热力清算图模型3，也就是说上面的颜色越亮的黄色区域就是清算的热点价格，
在这里你也可以作为参考哦。那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资金费率吧。资金费率有在执行活跃交易的应该都知道资金费率啊，这个强哥之前视频也有讲解过。那我们进到这个资金费率，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比特币、以太币的一个资金费率，右边的就是最高资金费率，一个最低资金费率。往下拉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币种在不同交易所的资金费率。我们再往下拉，那在这里你就可以看到资金费率的一个历史图表啊。这里右上角你可以在这里选择币种，比特币、以太币、以太坊、索拉拉都是可以的啊。不过在这里要注意啊，当资金费率高的时候，代表多方愿意付高额的利息来开多单，市场可能已经有点不太乐观的啊，随时就是可能发生反转。资金费率为负的时候，代表空军在开彩票了，但也可能是短期见顶的一个讯号。简单的就是说，当大家都开多，你最好就要小心点；当大家都开空，说不定市场就准备反向的。这个兄弟们懂的都懂啊，包括这下面定义都有啊。小伙伴们可以自己进来再学习一下什么是资金费率，对吧？这些都有详细的讲解。那我们来看一下多空比的一个项目，对吧？这里有多空比、大幅多空比、币安的大幅多空比、OE的大幅多空比，这些都是有的啊。Glass 可以查看多空比例啊，我们也是在这个上面最上面这第3个项目点进来就可以了。这边就有多空比的一些数据啊。这是多单跟空单的一些持仓比例，这边就是有多空比的一个数据，这是多单跟空单持仓量的比率，也就是说多空比大于1，表示市场多头部位比较多。也就是说在这一个时段，2025年4月17号12点，这里多空比已经大于1了，那它的是表示的就是市场多头部位比较多。多空比小于1，这是空头部位比较多。如果多空比都是平稳的稳定上升，价格同步的就是上涨，那代表现在应该是上升的一个趋势。但是如果多空比极端的一个高，那市场出现多军过热的信号，你可以考虑逢高做高啊，试试看。那我们画面再往下拉，你可以看到比特币在每个交易所的一个多空比，在币安的做多的做空的这个比例都有的啊。那再往下拉，你可以看到每种的加密货币的一个多空比，这里是多的比例，这里是空的比例。当然你想要什么币种，这里也是可以直接查询的啊，直接输入就可以了，就出来了。如果你忘记了上面这些专有的名词定义啊，永远记得这个网站的数据画面往下拉到最下面，几乎都是有文字说明的哦，这是非常nice的啊。什么是比特币活跃多空比、加密货币多空比，对吧？加密货币多空比的分类主要分为以下几类：第一是主动买卖多空比，第二是交易所账户数多空比，第三是交易所大户账户多空比，第四交易所大户持仓量的一个多空比。有一个总结这些啊，这些都是值得小伙伴们静下心来去学习的东西啊。只有你去了解了这些名词定义，随便调一个图出来，你都能看懂它的一些相关数据。多头占了现在这个时间段，这个币种在这个交易所做多的是60%还是70%，做空的是58%还是30%啊？我们一看心里就有数了，对我们的新小伙伴们是不是非常有帮助？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结合多种数据，我现在是适合做多还是适合做空，这就是一个多空比的一些基本的知识啊。小伙伴们想学习更多，自己一定要进来实操啊。只有你自己静下心来去对每一项数据进行学习了解了，那我们的成长肯定是必不可缺的啊。好，那我们再看一下一个市场最后一个项目，期权。期权这里就是一个是期权，第二是最大痛点，期权的持仓量、成交量。我们点进去看一下啊，因为除了永续活跃，Coinglass也提供了期权的一个市场数据啊。这里就是一个比特币的交易对，24小时交易的排行量。往下面看，我们可以看到全网比特币的期权持仓，它是全网啊，是不是非常nice的？你可以看到时间2020年、2022年、2024年。当然你不想看这么多，你可以拉调动啊。看最近1年的都是可以的啊，或者光是看2025年的
都是可以没问题的啊。这样你是不是就非常清楚了？它的日期啊，它的一个或者是行权价格啊，都是一目了然、清清楚楚的啊。在这里我特别重点讲解一下，它这里有一个最大痛点啊，这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庄家有可能把我们的价格往那个痛点拉，因为他想让最多的人去爆仓，这个是最关键的一个点。所以我们在学习新的东西过后，一定要抓重点。我们了解掌握了重点，我们才不会被割的那一份子啊。包括这下面如何计算最大痛点的一个价格，一个最大的一个这一部分，这下面都有定义讲解的一些专业的知识啊。包括这左边这些学习的多得很，在这里我就不一一阐述了啊。包括你看我们的活跃分析、活跃总成交、持仓、订单深度差、风险保障的基金历史非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啊。小伙伴们可以进来学习哦。那讲了这么多，我相信你现在应该可以知道了，在做决策之前，你可以多参考不同数据去做，千万不要用我觉得应该会涨、应该会跌的一个意见去做交易。如果你现在还在靠这种感觉去进场做交易，说的这些数据啊，基本上什么都没用了，是不是？所以兄弟们想都不要想啊，市场它不会管你的感觉的，它只想吃掉你的本钱。至少我们用一个 glass 能帮你看到市场上是哪些人可能会先死，然后判断自己什么时候应该跑。那今天强哥主要介绍的呢，大部分投资人都是比较常用的啊，主要是跟新手小伙伴们简单分享一下。如果你认为这些数据有可能帮到你，还请帮我按一个赞及加个订阅，同时开启小铃铛哦。以后有时间我也会持续给大家聊聊更进阶的加密货币教学。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啊，感谢大家观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喽，拜拜。